直播算命，有人花10万求姻缘。我说你和我家的旺财很配，一样的畜生。直播间震惊了，对面却高兴地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就带着1000两黄金上门提亲了。我叫李相柳，家住荷塘小镇甲区4号楼404室。身份呢？如果我师父死在了国外的话，那我就是当代茅山派掌门人，中国茅山第一人。目前茅山派的工作核心为直播算命，由本掌门亲自主持。而经过数场直播考证，多方评论比对，权威专家证明我算的还是相当准确的。所以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只需买1个礼花，本掌门就屈尊为你们算一卦，童叟无欺，绝对物超所值。我直播间10万僵尸粉，有没有人想尝试？有就大声喊出来，不要羞涩，不要犹豫，爱情不会自己向你走来，财富不会天上掉馅饼，让我给你算一算，你今年的运势，今年的桃花到底好不好呢？开场白说完，我期待地看向直播间。贝拉米，主播呀，你是不是真吃不上饭了？我听你房东说你天命漏财爱，胖娃杀手，掌门，咱宗门是真的没有人了吗？你要不就把我收了吧，我吃的比你家旺财少。提起旺财，我不由叹了口气，半个月吃了我直播半年的家底，谁家孩子天天暗秤造饭，一顿饭8个秤砣，猪看了都得傻。我有气无力道，还有人刷礼物没？没有，我先下个播，有点家庭暴力，对不住了。话说着，一只小腿高的胖脸黄犬凑过来，一张憨脸，谄媚地蹭了蹭我的裤腿。我平心静气道：饿了。黄犬吐着舌头，猛点头，下巴磕的地板腾腾响。我手伸向背后，在他期待的眼神中抽出来一根鸡毛掸子。好歹也是千年虎妖的崽，你当猪发育呢？旺财眼睛惊恐溜圆，小腿打滑，弹射起步。我抄起鸡毛掸子就追了上去。直播间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喜闻乐见，掌门又揍旺财了，哈哈哈！可怜的旺财天天被主播追着打，再揍几天，小肥脸一定能减下去。有没有人救下旺财？我敢保证，你发1个礼花，主播马上回来。加一加一加一！青灵打赏了10个火箭。青灵申请连线。我脚点墙面，一个轻巧的转身就飞回了沙发上。宝子想算点啥？请讲。青灵，主播你好快。我幽怨道，还不是为了孩子。转过头对旺财喊道，告诉小白，今晚给我加鸡腿，要1个蜜汁，1个藤椒，米饭一定要软糯香甜。旺财赶紧点头，烧胎起步往厨房跑。我回头露出完美微笑，宝，你想算个啥？连线镜头中是一个娇俏可爱的马尾女孩，她瞅了眼旺财离去的方向，有些好奇。旺财真的是千年虎妖的后代吗？如假包换，他妈可俊了。他也很可爱。青灵嘿嘿笑着，虎牙亮闪闪，一股青春洋溢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直播间一大批男粉丝就被他俘获了。这个小姐姐好可爱，我又恋爱了。想要小姐姐联系方式，主播帮我问一下，我刷超火呀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可就要掌门微信吧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我信道。青灵也看到了，不好意思的摆了摆手，我就想算个卦，不想加好友，不好意思各位直播间的友友。他凑近屏幕小声道，主播，我想算算桃花，就是那个姻缘啦，你算算我男朋友会是谁啊？我被逗笑了，直播间也发出善意的笑声。不行，她太可爱了，我好想追她呀。这么漂亮的小姐姐也信算命吗？不知道主播算出来会是什么，我感觉我要失恋了，呜呜。直播间这一刻人气在疯狂上涨，我也没有卖关子，仔细端详着视频对面那张脸，随机一锤定音，你很配我家的旺财，一样的畜生。直播间炸了，贝拉米啊不，主播你怎么能这样？不算就不算，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家呀。胖娃杀手，不是掌门，你什么情况？你快道歉，不然我也没办法原谅你。其他人更是言语破防，快道歉，别以为你有几个粉丝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了。果然主播一有人气就狂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一个招摇撞骗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掌门了。我举报了，这个主播素质极其低下，群情激愤。然而真的吗？青灵激动的脸颊泛红，直播间傻了，不是妹子你什么情况？那是条狗啊，就算再可爱，你也不能这么侮辱自己啊。我怎么看不懂啊？这是什么剧情？主播会点邪术，不会是他陷害这姑娘吧？总感觉有点邪性。我无语耸了耸肩，青灵已经紧张问道，我真可以嫁给旺财吗？主播，你不是开我玩笑吧？我点了下头，信誓旦旦道，不骗你，明天来提亲，马上让你把他领走。青灵眉眼一下弯成了月牙，谢谢掌门。点击视频，他下线了。直播间凌乱，什么呀？这都主播没良心，想把旺财送走，我能理解。这个小姑娘是干什么的？来找我们逗乐子吗？剧本吧？怎么可能有人想嫁给一条狗？我敢打赌，明天这个青灵一定会上门，然后又是一场狗血大剧。对，你这么说，我反应过来了，剧本狗不得好死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人家还不知道来不来呢。而且再说了，我冷笑道，我家旺财还配不上他。
今天的直播草草下线了。我抱起旺财委屈道，旺财，妈妈被人骂了，呜呜。旺财心疼的用胖脸蹭我，看见我直播关闭，他的画形术下线了，一只萌萌的虎头露了出来，蹭蹭我的脸，向后嗷了一声。小白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精灵般的小脸好奇扑闪着大眼睛，他小声道，姐姐不哭，我们开饭了。我擦擦虚假的眼泪，抱着旺财坐上餐桌。不一会儿，小白手上悬浮着4盘菜飘了出来，他脚上穿着他最喜欢的小红花拖鞋，旺财看见，跳下去就追着小白的拖鞋跳。而等菜搬上桌子，他又跟着小白跑进厨房，不一会儿，他头顶着一个饭桶就摆摆晃晃出来了。到餐桌，我盛一碗，小白一碗，剩下一个大饭桶全倒进了旺财的大狗盆里。小白来来回回从桌上给旺财夹菜，今天是糖醋排骨、番茄炒蛋、4只鸡腿、冬瓜丸子汤，一人一鬼一妖，捧着各自的饭碗愉快干起了饭。当然，你也没有听错，某只猪也捧起来了。只听哐的一声，我一激灵，转头猪不见了。倒扣的大狗盆里传来哼哧吭哧的干饭声。小白夹着一筷子菜刚飘过去，看见这一幕，他茫然转头道，旺财被饭盆吃了哎。我头也不回道，那得给饭盆加点配菜。哦，小白转身，一筷子菜就轻轻放在了饭盆上，他还拍了拍饭盆，旺财肥肉多，一口旺财4口米饭哦。我手扶着额头，又叹了一口气，一只鬼王，一头妖王幼崽，什么时候画风这么马卡巴卡了？午后，我去警察局找龚燕领奖金。上次抓获拐卖集团，龚燕给我申请了优秀市民奖、见义勇为奖，抛除只能用来给旺财垫窝的锦旗，剩下的奖励金有3000块。今天正好是领钱的日子。搭公交2、3步来到警察局，公交车上被人认出来，差点被当成猴围观了。问了下龚燕在不在，一个文员小声道，龚队长出任务去了，最近玉江那边出了好几个案子，龚队长带人支援，这几天怕是回不来了。他从桌子下取出锦旗和2个信封，这是龚队长托我交给您的，信封一个是奖金，一个是感谢信，多亏您，好多孩子真的回家了。我笑眯了眼，是个人都得给人贩子2巴掌，不用客气哈。将锦旗和信封一并塞到背包里，我喜滋滋就出了警局。走在路上，我才取出装钱的信封数了数，一张一张过完，足足3228块9毛。我喜道，1个月的饭钱够了，拿来吧你。一只手过来，捞起我的命就跑了。我一愣，杀人了！前面摩托车一滑，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。我赶紧跑过去，骑车抢劫的2人头晕目眩，我伸手拿起我的钱，上去就是2脚。我比你们还穷，你下得去手呀你！幸亏我会镇魂咒，不然家里2个崽不得被我饿死了。抢劫的2人晕头转向，终于是怕了。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俺计较，俺们也穷，吃了下顿没上顿啊！我又踢了一脚，那是你们消化的快。好一会儿，我才让他们2人起来，一胖一瘦，看面相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，只是眉宇间困了一团阴霾，估计最近是遇到难事了。我没那么多圣母心，言道，我也不追究你们责任了，送你们一句话，好自为之，多行善举，勿为言之不预。走了，转身要走，身后却扑通一声，抢我钱的胖子突然跪了下来。大师，俺见过你，俺看过你的直播，你一定是有本事的人，求求你给俺兄弟俩指点下迷津，俺家真的是被那东西搞得快活不下去了。瘦子眼中一惊，慌忙跪倒，2人惶恐紧张。我突然有点头疼，2人赶紧磕头。胖子颤着声道，俺知道是我们不对，冒犯了大师，你让俺怎么赔罪都行，只要你救救俺家，俺3胖这条命都可以给大师，下半辈子给大师当牛做马。瘦子，俺2猴也愿意。我叹了口气，行吧，就给你指条路，但能不能行，还要靠你们自己。取下背包，我从中取出一块暗红木头，这是枣木，若盘龙柱象，便能驱散邪祟。现在没那个时间了，我把它交给你，你将它悬在你家房梁之上。要是你说的那东西来了，你只需要把它引到枣木之下，那东西就会被逼走。李文惊喜，这样就可以能赶走它吗？我摇头，只能拖住它一晚。第2天一早，你把枣木移开，它下面会压着东西，你将那个东西送来给我，我再告诉你怎么对付它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心中隐隐不安，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回到家，小白和旺财正在地上玩耍，小白一边玩一边收拾，家里和往常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从包里又取出几片龟甲，抛掷一头，大吉，这才放下了心。正这时，有人敲门，旺财悄然变化，几个蹦跳过去，跳起来咬住门把手，拉开了房门。门外竟是青灵，他脸激动泛红，手里提着2大包东西。主播你好，我来提亲了。他抬起左手，这是1000两黄金，千里挑一。他抬起右手，这是10000两白银，万中无一。我来娶旺财夫君过门，或者我入赘也不是不可以。小手往前一抬，好推过来2包巨款。我腿一软，差点就给跪了。他还问旺财夫君在吗？
我和小白愣愣给他指了指，青灵转头就看到了还挂在门把手上的旺财，一时大眼对小眼，两脸懵逼。我愣愣打开了直播，直播间贝拉米怎么又开直播了？不是刚刚才？咦，这画面，哈哈哈哈，这不是刚才的小姐姐吗？这画面我的天啊，好好笑啊！世界名画，感谢掌门，我知道掌门的良苦用心了，原谅我忍不住笑了。不行，我要做屏保。我也顺手保存一张，对旺财笑道，等你长大了，我把它挂你床头。把手机放进上衣兜里，我笑着指着青灵，提醒直播间关键，他是来提亲的。直播间更绷不住了，哈哈哈，这什么离谱剧本啊！我现在相信这是演的了，不过也太好笑了吧。这个赞我点了，为了青灵小姐姐的敬业精神，小姐姐演技太好了，旺财本色出演，太好笑了，我要给主播刷礼物。开播30秒没到，铺天盖地的礼物就刷满了我的直播间，我眼前直接亮起了星星，当然还有更大头的。我看向青灵手里的彩礼，心花怒放，又看了眼旺财，这丢人玩意儿，这会儿怎么感觉不配了？我问青灵，说话算话，不反悔哈。青灵抬头，在我眼里很坚强地点了下头。他问，那我是娶旺财还是入赘呀？我瞬间喜笑颜开，什么入赘？你这是进门了。快！小白炒俩菜，记得光放肉别放菜，盐淡些，辣椒少量。小白懵懂点头，飘回了厨房。我一手一个接过青灵手里的嫁妆，围着他就往屋里带。以后这里就是你家了，吃好喝好，别拿自己当外人。我是你带婆婆，不过咱家开明，讲究唯物主义，你爱叫我啥叫我啥，而且也就是这会儿人多，不然我给你磕一个也行。来，随便坐，旺财，过来给你媳妇舔腿。旺财颠颠就跑了过来，小舌头不待青灵反应就舔了上去。青灵懵了，小腿僵硬，好半天才伸出手摸了摸旺财和的脑袋。旺财顺从的一批，舒服的尾巴还抖了抖，毫无出息。直播间已经乐疯了。我懒得管他们，坐在青灵旁边就拉起了他的手。几岁啦？家里父母做什么的？小区物业费多少？家里还有兄弟姐妹没？青灵有些发愣，恍惚道，我18，父亲母亲经营的养鸡场。我笑道，倒是也自给自足。他继续道，至于物业费，这是什么？就是你付钱，然后就会有人帮你守个门，其他不咋管。青灵疑惑道，保护费？我称赞道，你理解力还是不错的。青灵蹙眉，保镖工资的话，好像一个人2万多，我家一共30来个保镖，不多。我看了眼旺财，果然就没有起错名字的狗。你俩的婚事成了，小白，菜不用做了，马上订婚。直播间剧本越来越离谱了。当晚订婚宴叫外卖，外卖小哥都来了18个，桌上摆满了吃的，满满当当的各种高档外卖，天上飞的，地上游的，树上挂的，地下埋的，能吃的，不能吃的，总之按心情点到家里都快放不下了。都是用青灵手机订的，开吃！我一声令下，愉快的订婚宴就此开始。所有人都很开心，直播间吃瓜群众尤甚。我愉快的眼泪从嘴角流下，化为对主播真挚的赞誉：你真不是人啊！呜呜，我大晚上为啥要进来？青灵小姐姐好有钱，这剧本是假的，点外卖的钱可是实打实的。龙虾好大，那个好像是蓝鳍金枪鱼，这么一大条得多贵啊！我都有点相信订婚是真的了。别逗，人怎么可能嫁给狗？你真信主播说的旺财是千年虎妖的后代吗？旺财明明是条狗的名字。我埋头干饭，瞟见一眼，随口道，青灵还像个 NPC 的名字呢。直播间并没有人在意，青灵抱着旺财，这边逗一下，那边喂一口，其乐融融，有爱一幕，融化人心无数。主播，我想看青灵小姐姐，你把镜头移一下。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我将镜头向那边一偏，果然我就吃撑了。擦了下嘴，我开始干正事，给顾业打电话。喂，老板，快来我家，之前答应请你吃饭，就今晚了，快来快来，让旺财去叫人。今天人是叫不来几个了，不过好歹是你的订婚宴，咱不能简单了。我想了想，狗能叫得来。你去把小区的阿黄阿豹都派出去，告诉全城的流浪猫、流浪狗，我们这儿今天管饱。旺财眼睛一亮，自己开门去找他的小伙伴了。我叫小白也摇人，我订了800个亿的烧纸，等下就到。你去把附近游荡的孤魂野鬼都叫来，今天也让他们沾沾喜气。小白歪着头，似懂非懂点了下头，穿墙不见了。青灵又懵了，主播不必这么隆重吧？嗨，我摆摆手，今天主打一个旺财飞升，鸡犬升天。青灵嘴角抽搐了下，又坐回了沙发上。这时顾业上楼进来了，他是相信旺财是虎妖的，而且他8成也猜到青灵也是妖怪，但此刻对于订婚，他面色相当古怪道，没记错的话，旺财是不是才断奶半个月？我一拍手，还是你记性好，所以满月酒和婚礼我打算一起办。顾业啊了声，直播间都听傻了。主播，你不要太离谱啊，这什么奇葩剧情啊，哈哈哈。而青灵这会儿似乎也才意识到有点太早，他询问道，要不等旺财夫君再成长几年，我等他。不行不行，我立刻拒绝，
并嫌晦气地推了顾烨一把。婚嫁大事都提亲了，你瞎说什么你？出去刷个牙再进来，太不吉利了。顾烨惊了，你认真的呀？被我几下推着就出了门。我转头又看见他挂在门后的衣服，我取下又追了出去。妹妹，你先坐会儿，我让他再换个洗清点的衣服，穿的这什么破东西？还阿玛尼？青灵坐在沙发上，无力挥了挥手，另一只手抚着脸，一副你爱咋咋的模样。我转身就出了门。顾烨看到我也跟着出了门，他疑惑正想开口，我嘘了声，拽着他的衣领往楼下带。先是走，然后开始跑，最后快逃！我的妈呀，这哪来的大魔头？吓死我了！顾烨懵逼，被我拉着就腾腾腾跑下了楼。到楼下，旺财昂首挺胸站在花台上，旁边一狗一猫围着他，正是阿黄和阿豹，呜呜的不知在说些什么。大家都很激动，尤其旺财，尾巴都翘着，区长竞选上了一样。我一把抓住他的后腿，皮着就跑了。他吓得嗷呜一声，身后阿黄、阿豹就追了上来。而再跑几步，小白也飘来，跟在了我的旁边。我们3两步上了顾烨的车，一辆迈巴赫，车打着，火速就出了小区。顾烨紧张地问：去哪？一切发生得太快，他明显有些没回过神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到派出所。车加速驶出，而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松了口气，拍了好几下胸膛，要了顾烨的手机，打开了我的直播间。直播还在继续，我的手机还放在我家里。这会儿直播间热度很高，在清零持续出境后，无论是观看人数还是礼物都在飙升。这个看着人畜无害，甚至有些愚蠢可欺的邻家妹妹，有着非同一般的魅力。无论对人还是对我，看着手上的口水，掐住旺财的胖脸就用力摇了摇。醒醒醒醒，旺财，这个女人你舔不起。旺财茫然转头，我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了清零身上。她这会儿在直播间互动，声音清灵悦耳，伴着她娇俏的笑声，甜美的容貌，直播间气氛火热。偶尔她抬头看一下房门，微微蹙眉，直播间都会一阵心疼。主播怎么还不回来？把清零一个人晾在家里，一点没待客之道。对，也太没礼貌了。这主播的直播生涯，我看是到头了。清零别急，我们陪你聊天。你有自己的账号没？你注册上，我给你刷礼物。我也刷，我也刷。买鞋我都给你刷。清零不在意，摆摆手，笑道：可能主播遇到点事，我不着急。你们看电视吗？我帮你们打开。他说着，起身去开电视，不骄不躁，落落大方。若不是我近距离验过她，我肯定也会以为这是个优秀的女孩。顾烨一边开车一边紧张问道：她到底是什么怪物，让你这么害怕？我正色道：我茅山有一门望气术，传自明初刘伯温，学成之后可观人王侯气象，山川龙虎气脉。而这清灵出现时，我看见了山河破碎，流血飘橹，这是大凶之气。这个清灵怕不是个千年老妖，曾经屠过一座城。顾烨倒吸一口凉气，情不自禁道：这么厉害的吗？我点点头，不过我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，就比如刚才你说我刚才这一系列操作，他看得懂不？顾烨瞥了我一眼，你出去问问，最好做个调研，看谁能看得懂你的操作。就刚才狗都以为他要结婚了。旺财歪头横了我一眼，我摸了摸下巴，那这么说刚才我俩算是打平？什么玩意？我也看不透他，他也看不懂我，打平？顾烨翻了个白眼，又问：那你到底属于什么级别？能和他过2招不？我很干脆道：能吵，咱就不动手。懂了。顾烨油门又往下踩了踩。而也就是在这时，清灵打开了电视，他随手换了一个频道，而看见电视屏幕上的内容，我瞳孔骤然收缩，我的脸竟是出现在了屏幕上。直播间震惊了，纷纷询问这是什么科技。清灵拿起一颗樱桃就塞进了嘴里，他看着我，嘴角微微翘起。吃饱了就跑？一股寒意顿时将我包围。逃？怎么回事？主播这是去哪了？怎么在车上？我想起主播说清灵是畜生，这不会真是妖怪吧？不然主播怎么被吓跑了的样子？别胡说，明显剧本，谁跑路前还骗人家一口吃的？肯定是主播又想整活了。直播间讨论热闹，而在车上的我们却感觉到不对劲了。顾烨哼了声，像是有些难受。他闷声踩下油门，迈巴赫瞬间便向着市中心冲去。我强撑着笑道：妹妹好好守家，姐姐去东市给你买个蜡烛，西市买个长鞭，马上回来。清灵莞尔，怎么好意思麻烦姐姐，快回来吧，不然订婚宴可就变丧宴喽。旺财突然萎靡，呜叫了一声。我轻笑：好，马上回来，正好旺财也饿了。笑着关掉手机，旺财和顾烨的状态这时才好了些。顾烨额头冒汗，真要回吗？回个腿，赶紧跑。顾烨一愣，不怕他吗？我哼了声，即便是苏妲己来了，他也不能就这么把我欺负了。开车，公安局。顾烨深吸一口气，拼了，油门踩到底，彻底在市中心飙了起来，一时间风驰电掣。旺财夸张地睁大了眼睛，我放倒座椅，从怀里取出桃木剑，持在了手上。
而危险就出现在下一秒。一根白毛从头顶飘落，我一惊，桃木剑上挑，便看到一条白净若尘的虎尾，不知何时竟是盘旋在了车顶。那虎尾极长，一张人脸舒展着脖颈，从虎尾中露了出来，轻轻甩头，美眸睁开，正是青灵的模样。只是此刻，他脸上已多了几抹粉黛，一颦一笑，妩媚不可方物。他轻笑道：“姐姐可是坐错了车？方向怎地朝向地府了呢？”空气发冷，我尾巴骨都凉了，尴尬道：“依依别急，我也是为了多邀请点宾朋，你老人家先坐着，我顺路去水果店给你请个寿桃。”手中一道道符纸接连给桃木剑附魔，桃木剑亮得如同光剑。他蹙眉，分别不久，情意倒是淡了许多，这就不叫我妹妹了，我这就来找姐姐，姐姐稍待。说着，那虎尾化作丝丝细绒消散，很快消失不见。我怂了，姨，别来了，我这就回去让顾叶掉头。我这下终于是头疼了起来。完蛋，这哪里的戏精大奶奶？顾叶车没停下，此时大汗淋漓，我只好安慰他，没事，有我在。顾叶转头，你确定你打得过他？我讪讪一笑，他拔根腿毛都比我腰粗。车掉头回去，所有人心中都没底。顾叶问，是不是你嘴臭把他惹来了？我记得你说他畜生来着。八成是，只怪他畜生的太表面，像个没天赋的演员。我要知道他竟然这么畜生，我绝对说他是仙女。顾叶没有说话，车头调转，驶回了小区。再次上楼，家门口已经堆满了烧纸。我深吸口气，礼貌敲了敲门。戏精大奶奶来开门了，手里还拿着手机，调皮吐舌，想拍我的表情。见他还在演，我撇了撇嘴，小声嘟囔道：“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啊？”戏精大奶奶眯眼，我浑身一抖，立刻就进去，深深一鞠躬。前辈、晚辈李相柳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他日待我师父师叔、师姑师婆、师祖太师爷归来，我一定带他们登门拜访，叩谢前辈今日教导之恩。但今日晚辈府上人满为患，恐无法招待好前辈，还请前辈先行回家，到家记得给我发车票，我破费给你报销。来，这边请。我拉着他的手就往门外带，一拉拽不动。咦，你有点沉。戏精大奶奶捂嘴笑道：“姐姐真幽默，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了。快来吧，我们要吃饭了。你不是说今天要给我们订婚吗？”我心里骂了声，这戏精还没完了，只好带着顾叶、旺财、小白进了屋。进了屋，我又坐回了餐桌上。见顾叶有些紧张，我拉着他坐在旁边，就塞给了他一个大闸蟹。青灵逗着旺财玩，旺财腻在他腿上，这会儿嘎嘎乐。小白小手拄着脸趴在沙发上看，我越看这一幕越熟悉。仔细一想，这不就是我平常的日子吗？顾叶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一个字：忍。我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。小白、旺财，走，我们发福利去。旺财眼前一亮，烧胎起步，钻厨房顶着大饭桶就出来了。小白也立刻去搬烧纸，一鬼一妖，看得出非常高兴。我拉着惊欧了嘴的顾叶，也提着外卖盒就往外走，俨然又是一副要溜的架势。戏精大奶奶终于是维持不住表情了。小狐狸，你又想去哪儿？眼眸微沉，她一只手避开手机摄像头，就摸向我的后背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如芒在背，转身赶紧就握住了她的手。姨，一起去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眼神诚挚，即便是戏精大奶奶也缓和了神色，笑道：“那好，我也去。”一帮人提着大包小包，浩浩荡荡就又向楼下走去。而刚下到3楼，我就听到了无数猫狗急不可耐的叫声，暗叹这次真的是完大了。我兴高采烈对青灵道：“我们今天的剩饭一定能散完。”青灵一只手抚上我的肩膀，他低声笑道：“小狐狸，别再耍花样，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的。”我瞪大眼睛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属猪，很老实。他嗤笑：“我要是现在还相信你，那我才是猪。”我无奈，只好不紧不慢带着他一起向着门外走去。从居民楼出来后，一大群互相撕闹的猫猫狗狗就映入了我的眼帘，虽不至于全城的猫猫狗狗都来了，但数量怕是近千。旺财很兴奋，顶着饭桶就要去投喂。我赶紧制止他：“去，你去那边喂，这边我还要喂鬼呢，把烧纸的地方给我留出来。”青灵皱眉，我讨好笑道：“前辈，就是喂流浪猫流浪狗，再烧点纸钱，也算积点阴德了，我自己都懒得动手，你这还不放心吗？”走，我俩到那边看着。青灵点了点头，戏精老奶奶又上线，拿着我的手机跟直播间互动起来了。而看见我们在喂流浪猫之后，直播间热度再次上涨，各种正能量、支持主播之类的刷个不停。当然，更多人知道外卖的钱是青灵出的后，大部分赞誉聚集在了青灵身上。一个个夸张到肉麻的弹幕，让青灵的小脸泛红，嘴角翘得飞起。我让顾叶、小白把吃的都散出去，就去另一边烧纸钱。火焰慢慢窜起的时候，无数游魂从四面八方围来，贪婪享受着香火俸禄。现场不得不说，还真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场景。青灵和直播间互动得很嗨，直播间有人问：“这又是喂猫，又是烧纸的，有什么说法？也是图吉利吗？”
青灵看向我，我就殷勤地给他解释。来，先看咱俩左边，这个就是烧纸，用来祈福缅怀先人的，而我们给孤魂野鬼烧纸，这便算是积德行善，可以积攒福德。再看右边，这就是喂养流浪小动物，如果你是青年志愿者协会会员，上传喂养照片可以加积分，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没有，所以好处还在另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叫做感恩的心，通俗点说就是感谢、感激，但也不要仅仅以为这就是简单的谢谢，这么多的小动物的感谢，那汇聚起来量还是很可观的。所以啊，古代也给起了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信仰。这信仰和福德可不得了。我跟你说，停，怎么这么絮叨？青灵不耐烦打断了我。我摊开手笑了，不说清楚点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呀？空气突然发寒，这已经是你第3次冒犯我了，告诉我，我这次该怎么宽恕你？青灵，或者说这狐妖，终于是图穷匕现了。我毫不惧怕，笑着问道：前辈可否先告诉我，为何来找我？真是因为我出言不逊吗？一条雪白狐尾从我脚下盘绕而起，尾端如剑，指向我的眼睛。青灵默然，似是承认。我沉下眸子，最后一礼，前辈无害我之心，几次有机会却未杀我，晚辈领情，便送前辈一个体面。我摊开手，双手从狐尾间隙伸出，指向了左右。几个小时前，前辈送我2手金银，不过可惜这门婚事我不同意，所以请前辈接纳我的礼物。我左手一招，一道玄妙黑线从孤魂野鬼群射出，纳入我的掌心。积德行善，这是福德阴间显化。我右手一招，又一道金线在流浪猫狗处浮现，冲入我的右手掌心。救死扶伤，这是信仰阳间显化。我看向青灵，问道：若是福德与信仰相结合，前辈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青灵看着我手中的金黑两线，眼瞳闪烁，突然凶狠，狐尾一动，就刺向我的眼睛。我巍然不动，一层金光从我体表荡漾而开，便将狐尾逼退。我手握福德信仰，如此之深，早已经是邪祟不侵。青灵骇然后退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坦然道：若是福德与信仰相结合，便是封神。他难以置信，惧怕溢于言表，你成神了。我嘿嘿就笑了出来，骗你的，就这2根，我去城隍庙骗个编制都骗不到。你，青灵气急。不过当然了，就这2根也并不是没有用处。我轻笑，手腕一甩，那2根丝线便瞬间纠缠在了一起。结合在一起我是办不到了，缠在一起还是可以的。而这缠出来的东西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什么？我煞有其事道，毫不吹牛地说，叫捆仙绳。青顿时灵惊恐，转身就逃，身体化为一只雪白狐狸。这一幕，直播间所有人都看到了。我的天，真是妖怪！主播说的是真的，这是只狐妖？不会吧，真的有妖怪？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吗？我好害怕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学些法术啊？主播，你收徒吧，我花钱都要学。求求你一定要收了我！我来不及看这些，手中勉强缠在一起的捆仙绳立刻向着白狐扔去。而也就这么一扔，我这劣质的捆仙绳顿时化作一道金光，急射而出，将白狐缠绕在地。那白狐挣扎，金光镇压，白狐被反震出一口红血，终究是没能逃脱。我大松了一口气，走向白狐，顾叶立刻跟了过来，紧张看着在地上还在挣扎的白狐。我轻声道：不必挣扎了，我不会伤害你。离这百里远的洛台寺有位和尚，颇有些佛法，我会送你去那里洗涤业罪，前辈好自为之。我伸手将白狐抱起，他已无力挣扎，我并不费力，便将他带到了顾叶的车上，准备连夜前往洛台山。顾叶没有废话，立刻驱车前往。旺财和小白留在了家里看家。车上只有我们2人和青灵化作的白狐。我看着窗外，顾叶问道：不是已经把妖怪抓住了吗？怎么感觉你不开心？没事，你继续开。顾叶没再说话，车驶出临海，向着100公里外的洛台山开去。等到了洛台山下，车无法上山，我抱着白狐便向着山顶爬去。顾叶想帮我，被我拒绝了。而直到爬到半山腰，我才如梦初醒般抬头停下了脚步。怎么啦？顾叶跟上来问。我看着他，好像有什么不对。让我试试你，镇魂。顾叶痛叫，紧闭眼睛，一下跌倒在了山路上。李相留，你干什么？我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他捂头的右手，面无表情道：老板，我刚才没施咒。顾叶身体突然僵硬，而后他眼睛蓦地睁开，看向我，瞳孔如百花绽放，群翠芬芳，花影绚烂。我忍不住伸臂遮住了眼睛，脚下却突然传来失重感，我惊呼出声，再睁眼，空中百花缭乱，我在一片花海中如雨下坠，落地影影绰绰，光影迷离，一片桃木林，芳仙地。一个女子站在我的身前，腰若细柳，肩若削成，美目盼兮，芳华绝代。我一瞬间竟是沉迷，被她一声轻笑才换回了魂魄。而她一笑，突然的艳色便让骄阳也失去了色彩。我心中突然多了一个名字。她笑道：法师是怎么发觉的？青灵化作的白狐从我背后跑来，用头顶了下我的后背，让我站起。
他对我一吐舌，化为一只狐尾，悄然消失在了女子的裙摆后。这竟是一只九尾天狐。我站起身，面对询问，老老实实从兜里取出了一沓钱。这里是3228块，不过它原本应该是3228块9毛。女子笑道：“少了9毛，如此就能断定是中了我的幻术，而不是钱丢了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如果我丢了钱，那现在我兜里剩下的就不会是3228块，而是9毛。女子莞尔，捂嘴笑眯了眼。我乖巧站着。然而，小狐狸，你在跟我玩聊斋吗？声音调侃，我却是浑身一颤，忍不住捂住了心口，深深喘了2口气，我才从刚才突然起来的心悸中恢复了过来。女子道：“老实说吧，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我呼了口气，轻声道：“午后出门的时候，黄历大吉，我却被抢钱；晚间回家的时候，卜算大吉，魔头却上门。如此就断定自己在幻境吗？还有就是我那所谓的捆仙绳、阴德信仰什么的，其实都是我当时瞎编的，没想到还成了，想什么来什么，我就知道这果然是幻境。”女子突然沉默。你早就知道自己在幻境里，一直在陪我演戏。我瞪大眼睛，不是你一直停不下来吗？女子捂嘴失笑，好吧好吧，姑且原谅你，很不错，你有点机智。帮我办件事吧，小狐狸，你通过了我的测试。我纳闷，啊，今天搞这么大一个阵仗，只是一个测试？女子理所当然点头，我有一道残魂跑了，你去帮我抓回来，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指一条活路，关于你命格的一条活路。我彻底听不懂了，我的命格？你什么意思？他笑道：“看来给你取名相柳的人，并没有告诉你实情。相柳，上古时凶，共工之臣，他久守而食人，所至之处，无不是人间凶境，恶水则果。你一个道士，取这样的名字，你当真就不觉得疑惑吗？”我沉默，想了想道：“我还有小名。”女子嘴角翘起，看来你并不是一点没有发觉，灾厄会不断向你靠近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经历的故事并不是巧合，背负你的命格，努力活下去。下次见面，我会带给你希望。而你，小狐狸，你要帮我抓回我逃逸的残魂。桃花破碎，我眼前的世界分崩离析。等到一切散去，我眼前竟是阳光。第二天了吗？拿来吧你。手中空空如也，我一下愣住了。直到摩托车走远，我还没回过神来。不可能，这肯定不可能。中了幻术的时间是我刚出公安局最高兴的时候，这个时间我松懈了，不怪中招。可为何幻境中的事情却在现实中真实发生了呀？我深吸了一口气。早先出现在脑子里的那个名字，这是再次跳了出来。祸国殃民，九尾天狐，幻术通天，以假乱真。我的妈呀，真是苏妲己来了！那他的残魂不就是扶桑大妖玉藻前吗？那不也是条九尾吗？我的钱！